随着故事的逐步推进，桑博案终于尘埃落定。尽管此案错综复杂，牵涉甚广，涵盖了兵部尚书、平远伯、镇北王、妖族以及天玉国等诸多势力，但对于许七安而言，他的目标始终如一，追查到底，揭开炸毁山河庙的真相。他深知这一路上的艰辛与挑战，然而在调查的过程中，他还是意外地触及了恒惠与平阳郡主之间那段尘封的故事。恒惠的悲剧自尽，让许七安从恒远口中得知了部分隐藏在背后的秘密，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利用巫神教的邪术操控恒惠，企图借他的手复仇。许七安心知肚明，此事背后定有巫神教的身影，然而这并非他当前所能撼动的庞然大物。于是他不得不调整策略，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关键人物周赤雄。究竟是谁指使周赤雄将火药运往山河庙？这个问题唯有周赤雄自己能够解答。于是许七安踏上了追查周赤雄的征途，最终更是亲自前往云州，与2号人物李妙珍相会，两人携手合作，成功将周赤雄擒获。桑博案的告破让许七安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捩点，他成功晋升为许银罗，不仅摆脱了死罪的阴影，更一跃成为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最大赢家。然而胜利的果实尚未品尝，新的挑战便接踵而至。他被朝廷派遣至云州，负责平定叛乱并追查税银失窃案。虽然税银失窃案的线索并不难以发现，但许七安在追查过程中却遭遇了重重险阻，甚至多次陷入生死危机。尽管他最终成功追回了税银，但这场冒险却让他意识到了自己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。大凤打更人里面，要说最残酷的事情就是许七安的父亲许屏风假死。他并未如传闻中那般战死沙场，而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假死之计，以此瞒天过海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竟与天国老人狼狈为奸，窃取了大凤一半的气运。然而由于他无法立即将这股庞大的气运转化为己用，又担心被监政发现，于是便将这股气运藏匿于自己儿子许七安的体内，这也为他日后残忍地杀害儿子、夺取气运的恶行埋下了伏笔。回顾桑博案中控制恒惠杀人的阴谋，以及税银案中利用周侍郎贪污税银的恶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两起事件背后都有着许屏风的影子。然而他的罪行远不止于此，在后续的故事中，他更是多次企图杀害许七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将许七安体内的大凤气运据为己有，从而助他踏入一品强者的境界。为何许屏风会如此执着于成为一品强者？这背后隐藏着他内心深处的扭曲欲望。在许屏风的心中，修炼高于一切，成为一品强者乃至更降的超品境界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事实上，他娶大凤500年前皇室嫡系血脉的女子为妻，就是为了能够生下许七安这个能够承载大凤一半国运的容器。然而为何他成为一品强者就必须依靠大凤国运呢？这其中的原因与术士修炼体系息息相关。术士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修炼方式，对于气运有着极高的要求。从9品医师到2品炼气师，每一个品阶的晋升都需要大量的气运来支撑，尤其是从2品晋升为1品的天命师，更是需要海量的气运作为基石。当初初代监正之所以能够成功从2品踏入1品，正是因为他辅佐大凤开国高祖，从而获得了足够的气运。此外，他还结合了巫神体系和香火神道，最终开创了术士体系。然而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另一个存在的功劳，那就是2代监正，或者说是天道。天道诞生于开天辟地之初，后来道尊的天宗分身发现了通往天道的门户，并融入其中。随着历代天宗道手的融入，天道逐渐拥有了一时。天宗修炼太上无情之道，深合天道，历经无数代人的融合与努力，终于让天道对人族产生了一丝感情偏向，这也为监正这个天道的化身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作为天道的化身，监正承载着天道的意志，他除了维持天道的稳定之外，还有着另一个使命，完善天道，让所有超品境界的存在回归天道。所谓的超品境界，便是那些掌控天道规则的存在。天道想要完善自身，就需要这些超品境界的存在。因此，监正制定了武神计划，旨在培养出一位能够引领天下、平息纷争的武神。为了能够让监正这个化身行走于世间，天道暗中帮助初代监正完善了术士体系，这也使得术士体系成为了天下间最为强大的修炼体系之一。然而，术士体系的2品境界却是一个巨大的瓶颈。想要从2品晋升为1品天命师，
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气运作为支撑，这也导致了术士体系内部对于气运的争夺异常激烈。许其安的父亲许平峰作为2代监正的大弟子，自然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。为了能够成为一品强者，他效仿自己的师父，扶持皇子登基，然后企图取代师父成为新的监正。然而他的计划并未成功，于是他便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许其安，企图利用他来谋夺大凤的气运，甚至不惜支持云州叛逆，以达到自己成为一品强者的目的。然而他的一切行为都在监正的算计之中。监正作为天道的化身，拥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他早已洞察到许平峰等人的野心与阴谋。然而他并未直接出手阻止，而是选择了暗中布局。他利用许平峰等人的野心，让他们成为了自己武神计划中的棋子。通过他们的争斗与纷争，监正得以观察并筛选出真正的武神候选人。当年许平峰战死的消息传出时，监正岂能不知其中真相？即便当时他并未察觉许平峰的假死之计，但当许其安被他母亲送回京城后，监正也必然能够察觉到许其安体内所蕴含的大凤国运。毕竟连玲珑都能感知到许其安身上的紫气东来之气，作为天道的化身，监正又怎会毫无察觉？因此监正为了武神计划，早已暗中谋划如何利用许平峰这颗棋子。他让许平峰挑起天下纷争，以乱世为背景，考验并筛选出真正的武神候选人。因为只有在乱世之中能够力挽狂澜、平息纷争的英雄，才能够获得九州百姓的认可与敬仰，而这也是成为武神所必须具备的3个条件之一，九州百姓的认可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许平峰从一开始就是监正手中的一枚棋子，只是监正最初选中的武神候选人并非许其安，而是魏渊。后来魏渊毅然拒绝了命运的安排，天命悄然更迭，许其安脱颖而出，成为了新的天命所归之人。正因如此，监正才开始调整布局，全力辅佐许其安一步步成长。然而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棋局中，许其安的父亲依旧是一颗被摆布的棋子，他妄图通过杀害亲子来夺取气运，却不料这一举动直接或间接地促使许其安在天道监正的精心安排下，逐步晋升为半步武神，赢得了九州百姓的广泛认可，汇聚了浩瀚的大气运，最终成就武神。监正这位师傅以其深不可测的智谋，将天下人视为棋子，精心谋划，只为铸就武神，完善天道。最终他甘愿被许其安吞噬吸收，重归天道怀抱，而许其安则肩负起了守门人的重任。许其安被委以重任，前往云州平定叛乱，并追查税银失踪之谜。相较于原著，这一段剧情发生了较大变动，云州的破案情节被大幅删减，布政使宋长甫直接暴露为暗中勾结巫神教的幕后黑手。这一改动无疑削弱了该剧的紧张感和高潮部分。随后许其安在调查打更人案件时不幸遇难，破坏了巫神教的阴谋，然而他却遭遇了数百名叛军的围攻。在原著中，许其安英勇战死，但剧版却出现了转折，有人施展神秘手段，使得许其安等人陷入幻境。当许其安被打更人送回京城时，整个许家陷入了一片混乱，许家上下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。魏渊更是挺身而出，上奏朝廷请求赐予许其安爵位。大殿之上，群臣争论不休，元景帝自然不愿轻易答应。在他看来，许其安虽为查案而牺牲，但终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银罗。然而魏渊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，不惜与礼部侍郎发生冲突，众多朝臣纷纷站队支持魏渊。最终元景帝勉强同意赐予许其安爵位。即便如此，魏渊仍坚定地表示，秋收之后定要攻打巫神教。魏渊对许其安的情感深厚，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，悉心培养。然而许其安的牺牲让他愤怒不已。当然，魏渊想要攻打巫神教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许其安的牺牲，巫神教本就是大凤王朝的心腹大患，更是魏渊的灭门仇人。可以说，魏渊成为阉人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巫神教毁灭了他的家庭。然而许其安其实并未真正死亡，这一切都是监正的精心安排。监正之所以让许其安假死，一方面是为了给他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他回京参加与天域国的赌赛。正是这一场精心策划的安排，让原本隐藏修为的魏渊最终还是遭到了元景帝的毒手。在此之前，李渔春就曾提及，魏渊在元景16年组建打更人之后，突然自废修为，
这背后其实是元景帝的阴谋，他利用对皇后的控制来威胁魏渊，迫使他自废武功。正因如此，即便魏渊经过10几年的刻苦修炼，早已成为三品武夫，但他仍选择隐藏修为。例如，在桑博案爆发时，镇国神剑横空出世，魏渊却无动于衷，既没有保护元景帝，也没有保护皇后。魏渊之所以选择隐藏修为，是因为他深知元景帝对自己的忌惮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脱元景帝的魔爪。许七安的假死成为了导火索之一。在元景帝看来，魏渊不过是一个自废武功的太监，对他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即便他能力出众，元景帝也自信能够轻易将其铲除。然而，许七安的假死以及众多朝臣要求赐予其爵位，让元景帝开始感到忌惮。后来，镇北王的死亡事件再次加剧了局势的紧张。魏渊联合王真文等人要求元景帝下罪己诏。为了除掉魏渊，元景帝或称真德帝勾结巫神教，诱骗魏渊去攻打巫神教。最终，魏渊在与巫神教3大强者的激战中，再加上真德帝本体的亲自出手，尽管他拼死加固了巫神的封印，却仍不幸惨死。可以说，魏渊的死亡与许七安的假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当然，许七安并未因此沉沦，他因魏渊的牺牲而坚定了调查元景帝的决心。经过不懈努力，他终于揭露了元景帝最大的秘密，并将真相公之于众。随后，他借助天下大势的力量，成功击杀了元景帝，为魏渊报了仇。之后，许七安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复活魏渊，最终两人携手并肩，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劫。